俄乌双方27号发布战报称，双方在前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缴获了大量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俄方说将于5月展出这些战利品，供市民参观。俄罗斯国防部4月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新巴赫穆托夫卡居民点，摧毁乌军3个机场的数个航空弹药库、航空装备库和攻击型无人机机库。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军46架无人机、5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乌克兰侦察人员使用无人机摧毁俄罗斯最新牛蒡雷达站的视频。据称，该雷达站可探测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小型空中目标，探测距离可达15公里，探测高度可达5公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112次战斗，乌军击退了俄在多个地区的进攻。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称，莫斯科扶手山将于5月举行展览，展示俄军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战利品。展览将展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土耳其、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南非、芬兰、澳大利亚、奥地利和乌克兰生产的30多件军事装备样品，其中包括德国制造的豹式坦克和黄鼠狼步兵战车，美国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瑞典的 CV90 步兵战车和法国的 AMX-10RC 装甲战车。据塔斯社报道，当地时间27号夜间，俄军从乌克兰顿涅茨克前线缴获的一辆德国的豹 2A6 坦克已运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扶手山。这辆豹 2A6 坦克将开放给市民参观。俄乌冲突已经持续超过2年时间，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引起俄方不满。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本月23号称，俄军将加强打击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俄军当天大规模空袭乌克兰能源设施，尤其是向欧盟供气的设施。泽连斯基说，欧盟的供应安全依赖于这些能源设施。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当地时间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俄军从陆海空向乌克兰发射34枚导弹，乌军共拦截21枚导弹。乌方称，多地能源设施被导弹击中，受损严重。不过，美国并不理会俄罗斯的警告，仍持续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在拜登签署包括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10亿美元援助的法案2天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地时间4月26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This is the largest 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that we've committed to date. It will include critical interceptors for Ukraine's Patriot and NASAMS air defense systems, more counter-drone systems and support equipment, significant amounts of artillery ammunition and air-to-ground munitions, and maintenance and sustainment support. 奥斯汀还表示，此次援助与直接从美国库存中提取军事装备不同，属于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的范畴，旨在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武器装备供应。虽然交付时间还未确定，但我们将尽可能最快地进行采购和生产。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曾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不会改变俄军事行动结果。他还说，乌克兰和泽连斯基的结局已经注定。同样在26号，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伯斯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这些导弹将在4天内抵达目的地。此前，西班牙媒体披露，面对北约和欧盟要求拥有爱国者导弹的欧洲国家将导弹运送到乌克兰的压力，西班牙已同意向乌克兰供应爱国者导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则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澳大利亚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澳元的援助计划，资助范围包括一揽的军事援助及短程防空系统。虽然美西方大力军事援助乌克兰，不过有五角大楼官员承认，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曾备受吹捧的陆射小直径炸弹未能发挥作用。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的副部长威廉·拉普兰特说，这有多种原因，其中就包括俄军的电磁干扰。据悉，陆射小直径炸弹是一种射程约100英里的滑翔炸弹，由波音公司研发，
与美国送给乌克兰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使用的导弹相比要便宜。英国媒体称，陆射小直径炸弹于1月下旬交付乌克兰，当时受到极大关注。有军事专家曾表示，它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将供应物资转移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但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北溪管道问题举行讨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表示，恐怖袭击北溪管道的主谋逃脱不了罪责，俄罗斯将为此动用所掌握的一切工具。То есть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есть, но выявлять виновных и привлекать их 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никто не собирается. Это как если бы в ход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убийства спустя год следствие пришло бы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потерпевший был убит. Это сценарий, который больше похож на театр абсурда.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拉里·约翰逊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北溪管道问题时发言，他表示，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此前关于美国针对北溪管道采取秘密行动的描述，与他在中情局工作期间了解到的该机构的行事做法是一致的。拉里·约翰逊还表示，要问北溪爆炸幕后黑手是谁，只需想一想，谁能从中受益。I'm here today to speak in support of Russia's desire to have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conduct an open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sabotage of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 in September of 2022. My message to you today is simple. Follow the money. Also ask cui bono, who benefits. 当地时间27号，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在华盛顿一家酒店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并发表致辞，期间不忘嘲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但是并未提及巴以冲突相关事件。而在晚宴会场外，有几百名抗议者就巴以局势举行集会。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Shame on 在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举办的酒店外，数百名抗议者举行集会，表达对新一轮巴以冲突、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的担忧。美国新闻周刊称，有抗议者从酒店一个房间的窗户挂出一面很大的巴勒斯坦国旗。拜登的车队从白宫前往举办晚宴的酒店时，选择了与往年不同的路线，基本上避开了示威的人群。路透社称，拜登走酒店后门前往晚宴现场，避开了酒店前发生的抗议活动，但在他抵达酒店后门时，仍被一群抗议者问候。不过，拜登在晚宴上的致辞却只字未提巴以，并选择自嘲自己的高龄问题，并开玩笑地抨击其竞选连任对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It's been a year since I delivered this speech, and my wife Jill, who's with me tonight, was worried how I do. I told her, don't worry, just like riding a bike. She said, that's what I'm worried about. Of course, the 2024 election's in full swing. And yes, age is an issue. I'm a grown man running against a 6-year-old. 拜登还特意嘲笑了特朗普最近官司缠身，日子不太好过。Well, Donald's had a few tough days lately. You might call it stormy weather. What the hell? Trump's so desperate he started reading those Bibles he's selling.